继续上次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谈谈天然牙齿和充植牙的区别以及咬合。我们还将讨论骨骼生长以及骨骼的反应。我们还将讨论充植体和牙槽骨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讲解实际工作原理。首先，天然牙和充植体的区别在于，当然是亚洲韧带的幼物。在天然牙的情况下，亚洲韧带是存在的，起着应力断裂的作用。亚洲韧带的作用是吸收应力，但充植体直接与牙槽骨相连，因此充植体对咬合力的反应不同。当植入充植体并是假咬合力时，大多数情况下，骨质会在骨基下1.2毫米处融化，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宽度。因为呢，在天然牙周围，牙啃区和附着啃区之间有一个牙周带。我认为会和充植体一样，因为牙周带大约有1毫米。据我所见，我不这么认为。当充植体的基态连接处出现移动时，就会出现了基态连接处有1.55毫米的骨融化。因此，如果基态连接是刚性的，没有微移动，骨质似乎会在连接处上方填充。这就是与天然牙齿的区别。天然牙的在有牙骨质下面有牙骨质，对不对？所以亚洲韧带是附着在牙骨质上的。所以有一个限制，骨质能存在于牙骨质下面。我上次给你们看了一个病例，我给你们看了一个案例。我在刘科上寒牙上做了一个12块骨头的桥，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关于林特谢教授的故事，他和 Ramphjord 教授在同一所大学。在我还是军医的时候，他来韩国做了一次演讲，那是大约33年前的事了。他有点悲观。当牙周炎导致牙槽骨溶解时，牙骨质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呢，牙骨质在组织学上被破坏。他甚至认为牙周重新结合是不可能发生的。大约15年后，我去了欧洲骨整合协会。我去了那里，他做了一个关于置入物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当您拔掉一颗与后部架的牙齿时，您可以用充植体来创造骨质齿，而剩下的天然牙则可以存活下来。剩下的天然牙齿就能存活很长时间。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不相信林迪希教授的介绍。我觉得他是在不假思索地拔掉天然牙齿。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这样做。我意识到，当患者告诉我他们的牙齿隐进腰而疼痛时，我给他们做牙周治疗。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拔牙。因此，我认为这就是天然牙和充植牙的区别。对于天然牙齿，亚洲人带断裂、松动，但如果牙齿不同，他们就不想拔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充植体放在腰黄的天然牙齿旁边，您就无法获得正确的筋断接触。然后，食物包装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患者不想拔牙，所以如果他们不想拔牙，我们就会告诉他们等更不舒服的时候再来。如果充植体移动了，会怎样？会失败。即使骨头溶解了，如果只有充植体的顶端呢，像这样卡在骨头里，最终充植体也会失去活动能力。但想象邻近的天然牙齿，如果亚洲韧带和牙槽骨遭到破坏的越多，牙齿的活动都就越大。植入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无嵌塞。如果充植修复体旁边的牙齿有活动度，就无法防止食物嵌塞。我会事先告诉患者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会理解。但如果伶牙俐为，他们就不想取出来，他们也没意见。但如果不说，会发生什么呢？患者会说，您把置入物放进去，所以别让食物卡在里面。患者会无条件地谈论它。这是医生的责任。他们说，我花钱请您来给我治病，剩下的您自己负责，我可不想把食物塞在里面。这没道理啊。因此您必须时刻注意这一点。有亚洲人带固定的天然牙和没有亚洲人带的充植牙的区别在于活动度，就是
有活动度和没有活动度的区别。没有活动度的充质体与牙槽骨直接接触，这就是所谓的骨腔质。昨天我为一位年长的患者拔出了第三磨牙，那个第三磨牙完全与骨粘连，但我说的粘连不是指分子上或组织学上的粘连，而我指的是牙齿和牙槽骨之间没有缝隙，没有亚洲间隙，没有缝隙，所以当您对它施加压力时，它就会像石头裂开一样裂开，无法正常取出。我认为这就是充质体就是这样附着在骨头上的。据我所见，所以充质体没有亚洲韧带，所以它不应该有活动度。然后尸骨单行，这可能是一个有点名不副实，这大概是668微米。这样临近的天然牙齿就有了亚洲韧带的支持，牙齿活动都为30微米或更高。如果还有亚洲炎会怎样？牙齿的活动都会增加100微米。随着牙周病的发展，活动都会增加到1毫米、2毫米，牙齿还会晃动。因此，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不同流动性的东西在口腔中共存呢？当您施加外力时，充质体和邻牙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为它们的移动方式不同，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反应。我不太明白这两者是如何共存的，但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主要是轻咬时，天然牙齿经常接触，当您用力咬时，置入无接触，这是天然牙齿在保护充质体。反之，当您轻轻咬合时，充质体修复体会接触到，或者充质体和天然牙会接触到一起。然后呢，当您用力咬合时，天然牙会移开，只有充质体修复体会接触到。我们称之为相互保护咬合，充质体保护天然牙。因此，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当您用力咬牙时，如果先让天然牙接触，充质修复体就不会接触。因此，天然牙会保护充质体。反之亦然，当天然牙脆弱时，如果让充质体先接触，充质体就能保护天然牙。因此，您必须想办法让天然牙齿和充质体相互配合，而不是认为降低充质体的咬合就能解决咬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置入体受到外力作用，当我说充质体受力时，我指的是咬合力通过修复体传递，而咬合力又通过基态与充质体的连接传递。因此，请考虑一下充质体接受咬合力，咬合负荷，对吗？它应该将咬合负荷转移到充质体周围的骨骼上，并将其分散和吸收，对吗？因此，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充质体周围骨的总量和质量，而不是充质体的厚度或长度。我们必须表达这种挂档性，然后我们必须分析挂档性，选择合适的充质体尺寸，以确保充质治疗成功。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充质体尺寸，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用一个连接充质体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想象吧，我在做13毫米的，我还在做15毫米的，因为我已经拿到了许可证。如果消脂乳物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不需要13毫米，也不需要15毫米吧。前几天来，就真的病人是在另一位牙医那里做的置入手术。那家牙科诊所的老板也很了不起，他使用的是15毫米的外部连接，我不确定是那家公司生产的，是一个15毫米的外部连接，他安装了一个直径为6毫米的种植体，在上颌骨6号。太神奇了！病人来的时候呢，说充质体摇晃，但我一摸，其实是前面的牙齿在摇晃，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很长。毫无疑问，它的寿命肯定很长。为什么？因为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您想一想，为什么当您有咬合负荷时，您有种肢体活动能力，然后骨骼就会做出反应，然后充质体周围的组织会重塑。
对不对？皮肤再生需要多长时间？您是女人，您什么都知道。1个星期吧？不，1个月，1个月，不好意思，1个月。骨头呢？肌肉呢？头发需要多长时间？我是说，您的头发老是掉，它不断的掉。头发是有个叫做转换率，细胞生成周期中的一个变化，称为转换率。头发呢，需要多长时间？我去哪家沙龙试，它才3个月吧。这是烫发，我想大概能持续3到6个月。我会说6个月。我觉得呢，新头发会继续生长，剪掉头发后，烫过的头发就会消失。当烫过的头发全部消失后，就意味着它已被新细胞取代。骨头呢？哎呀，这太荒谬了。当您测量够的是，他们测量够的骨转换路，因为如果您摄入四环素，它是有骨质标记的，将其消失的时间是为1个周期。这是一种简单的测量方法。我想一直够的骨转换路大约是6个月，是吧？6个月。就像这样，想象一根骨头，如果骨头在6个月内全部被新细胞取代，那就没有道理。你们计算一下狗的寿命和人的寿命。如果人类能活80年，狗能活多久？15年。狗的寿命大概是20年吧，人类可以活到100岁。假设一只狗可以活20年，这和人类活100年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寿命是人类的5倍。然后呢，乘以6个月，3年，3年，感物质3年，我是这样想的。因此，如果您正在健身或节食，我还要做多少年？最小，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溜溜球现象？如果中间停一下，就会出现溜溜球。您必须做3年2个周期。所以减肥6年的时间，您必须在6年里做一项运动，然后呢，身体与之相合，将其变成一个新的功能性的细胞。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置入物。置入物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假设我们的骨转换路为3年，然后呢，周期会延长到5年。与此同时，您还会有骨盈力，对不对？如果中枢能力跟不上骨盈力，最终就会破派骨结合。反之，如果中枢能力超过了骨盈力，那么充质体周围组织就会发生中枢。因此，就我们的 SLOC 置入体而言，骨质正在上升。为什么？因为基态的连接牢固，而且有一定的尺寸。如果用小一点的，骨质就不会上升。因此，您必须进行计算，否则您就会不断失去植入物。那么，什么样的病人会去找那位外科医生呢？没有。因此，我们每天做植入手术和价值视力性公式，说到底还是要考虑骨骼的反应。我想您会知道自己是在通往成功还是失败的道路上。这太明显了。我曾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他们给人贴死环素标签。我想他们是通过去找临床护理志愿者来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会免费植入一个置入物。如果您去除其中一个植入物并进行切片骨活检，您会发现呢，骨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置入物的设计。这甚至不是表面的问题，而是宏观设计。所以我有一个数字，我觉得应该是 Stereos， 它的骨转换率是普通骨头的5倍，就像正常骨头的5倍。好的是正常骨头的2-3倍。我们的 SLOC 植入物的目标是少于2倍。与正常骨转换路相比，
植入体周围的骨转换率总是较高，充殖体周围的骨转换率总是较高，因为它处于压力之下。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要充厚的呢？薄一点的，容易充的就够了。我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因为现在有很多易于充殖的植入物，还有很多议题性，有很多失败。当他们说容易植入时，是指植入物很小。如果充殖体的螺纹太细或太尖，骨结构呢就无法承受负荷。特别是如果您有非常细而尖的螺丝，您知道充殖体的螺纹周围会集中大量的固应力，然后您会发现呢，周围的骨转换率非常高。想想看，一旦骨骼形成并发育成熟，就形成了半层骨。半层骨是功能性骨，可以承受药和负荷。如果您不断得到新的骨头会怎样？当药和负荷增加时，骨头就会融化，所以就掉出了。这种情况您见得多了吧？如果仔细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就很明显了。又是没有连接上，又是连接上了却不见了。如果辐照碳确实，就好像您有太多的变质骨，我们称其为变质骨变化。因为与半层骨相反的是变质骨，薄弱的骨头呢被称为变质骨，变质骨尚未成熟，它们还在形成中。如果浮肿，就会造成病理性骨折，置如物就会脱落。即使您不去管它，它也会在药核里的作用下脱落。而这些置如物大多是一体性的，有利于立即装载，并易于防止充殖体不能进行基态连接。充殖体主体非常纤细，几乎所有人都无法进行基态连接。如果您想加大螺丝的尺寸，请考虑一下，如果想让螺钉更长，骨头更长，那么骨芯就必须更小。因此，您只能制造一体性，反之亦然。那个箭头螺丝很容易拧进去，但很难拧进，因此这是一个挑战。从控制因素来看，充殖体尺寸是最大的因素。否则，我们为啥有这么多不同尺寸的充殖体呢？如果我们想让它持续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然后是下一件最重要的事。充殖植入物时要选择好位置和方向，这一点至关重要。然后什么和形态学，即如何塑造牙冠，然后是如何做药核。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避免将牙齿和家具绑在一起。这个病人还在来。这样，他是个鱼贩。我经历过这种情况，您知道，每个人都有骨头劈死的时候。我对很多病人进行了睡访，他们会回来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经营了30年。您知道，有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在某些时候健康状况很差，他们的牙齿掉了，他们的置入假牙也掉出，所以我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这位患者前牙全部脱落，充殖体无法植入，而且他一直在出骨胀，所以这是个棘手的案子。总之，您不该这么做。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了。我本可以只在这里充一颗，这里充一颗，这里充一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是否有亚洲韧带，而亚洲韧带正是天然牙和充殖牙的区别所在。所以您想知道，我们称之为生物力学。所以是充殖体周围的骨质。我们关注的是充殖体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充殖体周围的骨质如何反应。因此，有很多较新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述。我认为卡尔·米什教授已经多次运用了这一理论，在教型骨讲座中经常出现。如果您看一下图表，
有一个费用行为索取。如果不锻炼，骨骼就会流失。经典的说法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您的骨头骨折了，您给它打上石膏，这叫石膏吧？在其他国家，他们称其他方式，但我们说打上石膏。那么您就会失去50%的肌肉，骨骼也会变得非常脆弱。这就是所谓的费用行为所状态。软硬状态是我们通常所做的。因此，如果我想减肥，就必须在日常状态下快速运动。能量，移动的动能，这决定了体内温态和骨骼强度。有趣的是，您的身体会随着您所做的事情而改变。看看跑步者，他们不练腹肌，但他们的肚子上有6块腹肌。您看看我们的俱乐部，每个人都有6块腹肌。当我问他们是否进行其他锻炼时，有些人说他们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却拥有6块腹肌。所以你们有自己的块营区。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当您运动时，就会激活处于轻度超载状态的肌肉和骨骼，它提高了骨转换率，强度也随之增加。因此，如果我们继续锻炼，就会达到挂营区。如果您坚持5年、10年，它就会成为您的生活，对吗？然后您需要增加一些锻炼量。一般说，您要增加强度、频率和时间。如果您想让自己感觉更好，那就增加这些。轻度超载。您知道，我以前经常骑自行车，我在汽车时经常使用这个理论。您必须把自己逼到极限，然后您就进入康复期，您的身体就不舒服了。然后休息一下，您回到挂营的范围，它就会继续上升，向上。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所以这有点疯狂，就像跑步一样。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跑10公里了，在10公里处，我只管跑。我跑过几次20公里，很疼。它变得轻度超负荷，我忍住了。然后10公里长跑呢，就变得容易多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从这里跑得更多，会发生什么呢？这只是伤害，您就会生病了，身体就变得不舒服。这就是所谓的病理性超载，然后您会得到一个微骨折。您有应力性骨折，因此我们就会出现变质股漂移，最终导致应力性骨折。因此黑色就是变质骨。如果发生应力性骨折，周围的骨头呢就会受到损伤，植入物会融化，最终会使小火损皮。没有人否认这一点。那么植入物的类型重要吗？这确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宏观设计的结构必须能引起良好的骨反应，基态连接必须牢固，这样才不会发生伪动。基态直径，基态的物理稳定性必须良好。只有哪些植入体才能存活下来？现在，许多植入物被开发、使用和失败，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植入体才能存活下来。因此，我一直带着这个想法设计植入物。这个机械感受器理论，我为什么用机械感受器这个词？肯定是有原因的。我的意思是，这是骨骼生物学，我们仍然有骨质疏松症，医务人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
这是服用双联酸盐造成的。我认为它们阻塞了骨头里的血管，所以没有出血。这就是 P4。那该如何治疗呢？挖到流血为止，直到流血为止。然后您会怎么做？服用抗生素。我们只有这些。服用多少抗生素呢？直到炎症消退。6个月、1年、2年、3年，没关系。乳脓患生成就是脓液形成，因此您要切除 P4 组织，直到出血为止。然后呢，服用抗生素，直到没有脓液为止。就是这样。现在地线，所以现在真的很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务人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道理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得到骨头。我们在学校学到了这一点，在生理学中，是改获维生素 D。据说在阳光下锻炼能强健骨骼，含有荷尔蒙。如今就连牙医也在给病人做植入手术和吃药，给病人补钙。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效，我认为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我想说的是，如果您锻炼身体，就能锻炼骨骼，那就好好想想吧，它会让您长出骨骼。但是激素和钙等物质都有生成骨骼的过程，有一个吸收的过程，还有一个骨骼发生变化的过程。但项项运动，这不是吃东西的问题，对不对？有一项研究，我想是在美国犹他大学进行的，那所大学的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加项机械感受器。这是一种身体对物理力量做出反应的理论。如果您仔细想想，当您植入体时，您会发现用机械感受器理论来解释就会非常清楚。因此植入物的尺寸很重要，植入物的位置和方向也很重要，以吸收和当修复完成后是加药和利使，要想这样分配药和负荷。因此这个逻辑前后都说得通，否则您无法解释。所以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个过程。我们想象作用与反作用，因此骨代谢是有机械刺激控制的。我认为这对充质体药盒来说是100%正确的，100%正确。因此我们有了前章程顾着，如果您继续拉，您就会得到骨头，对不对？这不是荷尔蒙造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利扎洛夫脊柱。您知道，矮小的人做轻指骨，这是为了让他们长高，然后您继续拉伸他们的脚就会变长。还有费用行为所，这是骨折后的加班，不断增加的是身体锻炼。锻炼是一种工作吗？工作了。锻炼身体，英语就是这么说的，他们称之为 work out，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说的是费用行为所，所以他是说，如果您继续伸展，您就会像这样长出这么多骨头。所以说到底，您有一种力量，您有机械刺激，您有骨骼。在机械刺激下，您会失去骨骼，原理是一样的。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药和负荷，泛指亦然，中枢也取决于药和负荷。在承受功能性负荷时，会出现半层骨漂移，骨骼变得更加僵硬。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当您有病态负载时，您就会有变质漂移。然后充质体周围的骨质会出现病理性骨折，这意味照顾整合丧失。然后当骨头断裂时，就会出现纤维性结合，然后您就会在那个部位出现炎症，这就是所谓的充质体周围炎。然后骨骼会继续遭到破皮，您会受到二次感染。为什么？因为充质体之间有骨头。
骨头不会自我卫生，这不是自我卫生。然后二次感染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水平骨破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团糟的原因。我见过太多次了，因此这个过程似乎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这就是我所描述的骨骼生物学。我认为机械感受器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点。然后我就知道了，我知道骨头如何作用和反作用。然后我们明白了如何置入充值体，为什么充值体很重要，为什么尺寸和设计很重要。然后问题来到如何咬合。下面我将再谈谈咬合问题，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将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一个是手术侧，一个是咬合侧。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看。因此几乎所有的治疗计划都是由咬合概念驱动的，所以它是加压，但它实际上是咬合。我认为治疗规划影院与咬合概念。现在您可以诊断咬合，然后呢进行充值体选择，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好的方向和位置。我不知道是方向优先还是位置优先，但我认为是位置优先。例如我将充值上和7号，如果我们把它想进中侧倾斜一点，实际上就不会很好的打开接触面，因此我们将其定位在远端一点。如果将要和平面居中，则方向仅中侧。我认为地点更为重要，我觉得呢？因此我认为地点是最重要的。最后您必须正确的进行外科手术。您可以进行固移植，也可以进行估计分割，还可以进行压槽激增高折，或者在骨头所在的位置置入充值体。这是治疗成功的唯一途径。当我真正置入充值体时，看着这样的全景图或 CT， 我立刻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不起作用，这不会持续太久，这令人不安，这很好。我需要对我的病人充满信心。别担心，好极了。我应该这么说，在植入的那一刻，寿命、长期的结果已经确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过程，愈合过程。所以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相信您也一样。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太重要了。因此如果充值得当，它的寿命会很长，这才是您应该做的。如果我置入的充值体不正确，我会当场更换，又是病人会不高兴。但说实话，我也很生病人的气，他们不停地摇头，躲着我。当他们紧张时，就会想这样抬起头。有些人却这样摇头。我无法对病人发火，只能对工作人员发火，并对他们说：好好做。病人的头一直在动，我怎么能做好工作？为什么？如果我不把它冲在一个好地方、好方向，那就不会成功。就这样结束了。长期预后总是很糟糕。如果您拍了 X 光片，但方向不对，您会怎么办？如果在拍摄 X 光片时，置入体方向错误或置入不足，我想这是因为您走动的比较多，重新充值会有更好的效果。您已经麻木了，所以不会痛。我告诉他，只要把充值体再放回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又做了一次。因为人无完人，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然后我马上进行修改，因为充值体的寿命最终取决于植入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从不吝啬。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呢，加压是一种机械情况，连接后留下印记。在牙科实验室，他们会对药盒进行调整，然后把它带回来。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进行调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考虑早期负载或即刻负载。我经常做即刻负载。我是在全口康复时做的，在满嘴都是唾液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但我不做单件或小件。如果病人有重要约会，我就不太碰这个药痕了，只是给他塑形。
如果是单个或小的一个或两个，这是一种无功能的即可负债。我经常这样做。还有渐进负债，长期使用临时修复，然后是延期负债，先做延期负债，然后是临时恢复。如果骨头的质量不好，就得等很久，然后您就这么做。总之，我用负债方案来治疗病人。第二，我是用了平衡药盒，这不是完全平衡药盒的概念，而是为每个病人找到平衡的药盒方式。中心药盒应该是方形的，最大压减纹和引进可能多的同时接触，以免卡住。在偏心指导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做顺序指导的方法，我稍后会加以说明，但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药盒状态下的指导。我也来解释一下。相互保护的冲脂体药盒也很好，我认为您需要一个相互保护的药盒关系，即冲脂体保护天然牙，天然牙保护冲脂体，或者它们相互保护，您需要有良好的药盒协调。如果您不打算置入一个非常大的冲脂体，就会缩小药盒面。我认为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尝试过很多其他方法，但最终我认为缩小药盒面最合适的，到目前为止。所以，如果您看一下指导，它是这样的。我们把减牙、铅酒池和酒池放在一个平面上。我画了一条图像线，将它们叠加在一个平面上。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当然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看，减牙神负荷是最大的，其次是铅酒池，酒池最小。因此，事实证明，肾负荷诱导发生在未磨损的牙齿上，对不对？在这种工作条件下，会有一个平衡的角度，有一个引导角，但如果平衡都更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更低，平衡开始接触。如果它很高，那么它下来的角度就很大，所以正好相反。如果坚定时间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平衡开始接触，然后是双面平衡和全面平衡。如果原本起引导作用的减压磨损到前呢，臼齿的高度就会出现了群体功能；如果磨损到大臼齿的高度，就会出现单侧平衡。然后，如果对侧也平衡，就会出现双侧平衡，前牙会呈边缘对边缘接触。到这个时候，我认为就形成了完全平衡咬合。所以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问题。现在试着将牙齿旋转一圈，如果旋转下颌，您会发现呢，前牙超出了间牙，侧切牙边缘相接，甚至更靠前，中切牙边缘相接。我的病人几乎都是这样。在1、2、3级，不是3级，而是1、2级，他们是按顺序接触的，所以我称之为顺序引导。所以逻辑就是肾负荷、肾覆盖。所以如果您看一下，就会发现我标出了这个肾负荷、肾覆盖，就像这样。那么人们就会问，大臼齿很大，为什么会有前牙引导？为什么大臼齿会脱齿咬合你？大臼齿是多个间牙的融合，因此臼齿的振幅和实际上更小。其逻辑是，因为前牙的振幅和较大，相对较大的振幅和会排出相对较小的肾负荷。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它呢？这很重要。从咬合角度来看，保持间是连锁的，在上颌骨和下颌骨中，保持间图是相互交错的，下颌骨向前移动，上颌骨向后顶着加齿间牙，因此牙齿是在三维空间中运动的。所以请想一想，那一个会发生移位，那一个会起引导作用呢？
要合过大的牙齿会相对接触，而声符和较少的牙齿则相对具有导向性。声符盖恰恰相反，较小的声符盖将引导较大的声符盖，但即使它们没有接触，仍有空间运动。我们正在利用这一点，我们就想，比方说，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置入手术，1到2个。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降低声负荷，这样就不会碰到侧面了。您必须进行逻辑思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在我学习牙科的初期，我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咬合。有些情况会接触，有些情况不会。然后我就想考虑一下吧，我不想让它红极片心，我希望它与中心相接，它必须接触到中心。如果我碰到了片心，我就会处于劣势，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得考边站，所以我不想让它红极片心。我该怎么办？我要减少声负荷，让它有更多的声覆盖。您会说，那您想让我做什么？您可以把它挂掉，您可以把它提掉，或者把加压放低，或者把声幅和大大缩小，让它们有更多的声覆盖，就是这样。这个答案太简单了，太寒酸了，但这就是我的工作。但区别在于，我是在艺术性的做，还是只是漫不经心的做。如果他们能尽可能艺术地表达这种形式，那我就会说他们是伟大的医生。而如果他们只是挂掉它，让它变蹲，好像它只是个麻烦，那我就会说他们的边缘有点粗糙。所以这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必须清晰可见，就像这张照片一样。这是中叠部分，上颌骨与下颌骨相连，在这里，下颌骨与上颌骨相连，这是我分别绘制的上颌骨和下颌骨，就应该这样。这是我的叠加，这应该是可见的。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认识这情况有多难。您得看看这个，您需要在脑海中浮现出这个画面，您需要看到这个画面。当您学会咬合时，您只能从书面文字中学习。您知道 CR 位置在哪里，减压在哪里，凹槽在哪里。您不能这样碰功能减压，您必须创造一个咬合诱导。您只要学会这一点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但最重要的是，我的脑海中没有任何印象。当我想做临床实验时，却无能为力。因此，我意识到更好的学习方法是使用图像。用图像来理解。现在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要能碰，是要不能碰了。这是肾药。但如果是用单个铅不植入物，会发生什么？这很难。后来，基态链接松动或断裂，或者螺丝松动或从肢体周围融化。那您会怎么做？如果邻近的牙齿要掰不定，您就有更大的机会。我们会做一个牙冠呢，来减少所有的声负荷，或者我们把它取出来，再置入一个重肢体。但是如果您只置入了单个种肢体，而旁边的天然牙齿都在移动，而且咬合很深，我会告诉病人的，我们做不到。因为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做不到。背那么多 CR 和肉道口令有什么用？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只看声负荷，您会想那一个回答得更重。您知道侧向引导，您可以计算出负荷量，
牙周智齿的生育量。因此，如果我置入的加压要合过深，但我无法缩小这个深负荷，因为它是铅咬合。为什么？因为这会造成美观问题。如果病人的牙齿断了一颗，病人会理解吗？他们不明白。因此，如果它晃动的厉害，我就会进行多次植入，而且要做得很大。如果是在拔牙后立即植入加压，可以使用大得多的加压植入物，然后我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基态连接，稳定的连接，然后我可以将几个基态连接在一起，减少铅牙省负荷，又是我们会磨下含铅牙。上周有一位病人非常敏感，他是个男人，非常敏感，而且他的前牙咬合过高，是靠呲牙，所以他把下牙全部磨掉了。当您使用靠呲牙时，另一侧的天然牙齿会磨掉您2倍的牙齿，这样磨损会加倍，所以我们把最上面的那根剪掉，切下来，在下面放上2根，然后即可负载，为非功能性。相反，我从3学到了3。所有的天然牙也是的，所以我做了牙齿预备，把它们都做成了临时的，否则我会死的。我以为我要死了，当有红旗出现时，我们就知道了。我知道我必须跑。同样的道理，病人也会磨假牙，对不对？但我知道要合过深，我也知道病人的咬合力很强，所以如果我处理不好，怎么能继续这样做呢？您已经可以看到咬合过大，然后您就知道他会想这样移动，然后您再看嘴巴，他就想这样，然后您再看他们在抱怨牙齿疼痛、牙齿酸痛，就想这样卡住了。这很简单，较高的那个，先集中的那个会承受最大的力量，然后如果有亚洲人带支撑就可以了。任何超出亚洲支持的超负荷都会导致患者出现摇摆、晃动或疼痛。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您把它放在组织学、生理学中，或者放在牙关中，这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但您不能在临床上这样做。然后呢，告诉患者是用吃字垫深疗法，或是用不会疼痛的牙膏。我听说呢，有些人是用激光，为了堵塞牙本质小管。但是呢，天然牙齿好吗？持续的热刺激可以吗？因为所有激光都会产生热量，除非是准分子激光和严克激光。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他们用这种方法，如今还用激光对牙髓进行消毒。那么，不这样做的病人会有问题吗？只要他们受到正常对待，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不会说这是正确的做法。同样，您必须带着这样的形象去学习，您必须在头脑中形成这样的条件，您必须知道您在很多方面都会遇到困难。要知道，问题处在他接触的第一个地方，您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容易。您脑子里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很难，因为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充质体与天然牙齿的另一个区别是，天然牙齿的中心旋转位于牙齿的中央，它的杠杆比很长，因此您可以随意使用它，但充质体是一种固基，因此骨头从固基开始融化，然后一路向下，这就是区别，没别的了。但是 S-Lock 既具有 EH 概念的置入物，是防止在骨下水平的充质体，它们被防止得更深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寿命更长。任何甚至的产品都是如此。如果充得深一点，它的寿命终会更长。所以这就是原因。但如果进一步缩小咬合面，它就会变小。是不是？因此我认为，
如果将充质体置入骨下，缩小药和面，并将充质体放置在良好的位置和方向上，它的使用寿命就会更长。然后呢，您还得做泛函。我想做的是，所以如果您植入了一个大的植物体也没关系。如果您有一个大的维度，您就有点自由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骨质流失或牙齿脱落，就只能植入小的充质体。然后您必须做泛函，我说的是做泛函的标准。在这个病理中，我们做的是下颌骨。我们了解到，只有下颌尖点接触 A、B 和 C 接触，因此我们要浮动 C 节点一侧，然后呢，将其对叠在咬合平面上，也就是加侧压鉴定上，这就成了一个控制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加强肌重颌。我做了上颌手术，上颌骨，然后翻过来，不接触夹面，去掉 R 接触点，再做 B 和 C 接触点，然后您就能得到摄像肌重颌。我经常用这个，净功能性鉴定，您只需避免控制。但当它浮起时，它应该只浮起一点点。我给您举了一个神奇的例子，如果您突然丢掉了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它是可见的，就会变得戏剧化。如果您不想让对方识破，这就是个小巴西，但如果别人都看出来了，您还说这是个小巴西，那就成了戏剧。我的意思是，当您减少这种腰和复合式药和接触时，不要让患者察觉到。如果有，也应该是一点点，不要太多，因为病人很快就会注意到。如果是上下植入，则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您可以缩小药和面。我想我已经完成了其中的10%吧，一般说是10%吧。那些 ITI 就是这样，持续时间更长，因为您减少了它，病人来就真是说没有效果。因此他们实际上来的很多，因为他们不会聚焦。在韩国，我们曾经以请小牙医而闻名，而且有很多牙医，这就是所谓的孝道牙科，小道重植。您知道，孝道置入无，牙齿置入无，把一些小东西放进去是很有规矩的。而且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聚焦能力也会弱一些，所以呢，放一个小一点的比较容易，持续时间更长，评价也很好。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因此，当您出现并发症时，您会出现节点断开，您会牙槽肌缺失、充质体周围炎、咬合问题等。现实骨结合，然后是加压，对吗？如果加压不合适，那就是加压问题，从此咬合问题。不研究咬合情况，就无法做好充质。因此，这就成了一个咬合问题。所以，如果您看看这家伙整个正面都在融化，这是一位深药的患者，铅咬合，但在后面，我很舒服。同样，这块骨头没有溶解，前压全部融化，这是深腰，深到我根本看不到我的下颚。所以我们做了全口修复和其他一切。我说我们把这个拿掉吧，他说呢，我会一直用到它消失为止。所以这什么和问题？这不是置入物的问题。所以有些情况是这样的，我通常会告诉病人在1、3、5、7和9好来扶正。我真的没有理由。期数更容易记忆。15年的睡房，难道不会让您对自己的医生身份感觉良好吗？至少25年。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口腔修复做和修复再造。您不希望充质体脱落，也不希望假牙脱落，而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口腔中的药
和环境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制作修复题，而且我们有相当多的修复环境，然后呢进行药和调整。如果一侧缺失，另一侧可能会稍强一些。所以我们做了一部分，然后是残留的牙齿，我们进行残留牙齿管理。我还是会做牙周手术治疗，然后您会看到很多咬合变化，咬合变化很大，继续，所以这很重要。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他以前在我们医院前面的百货商店工作，他进来后说，他真的只是想这样生活下去。于是我说，去做植入手术吧。他说，我没钱。于是我给他做了植入手术，大概做了3年。这笔钱是分期支付的，我觉得他是个好人，他没有错过任何预约，全额支付了费用，完成了治疗，而且他还在附近工作，所以我正在做复诊，可以看出预后良好。在这个病例中，病人是在一场重大车祸后前来就诊的。他是个男的，我说这里可能有下颌管损伤，他只是说那我不干这个。我们这里有很多律师，我想他很可能就是干着型的。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他口齿不清，就不敢接受治了。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冲在了那里，我们冲下了所有的东西。下面我冲了4颗，如果您看这里，这就是海控。我在想，如果我再冲1颗呢？这让我有点失望。即使我冲了6颗，现在也有第1颗前完牙了，这是牙冠，第1颗前完牙。将冲肢体防治在第2前完牙之前，可以获得更好的药和稳定性，它成为一个药和控制，因此我们才有了这个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呢，至少要持续20年，而他还没那么老。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呢，这个病人身上安装的冲肢体数量很少，他无法用力聚焦食物，但他会聚焦。如果他开始用力聚焦，问题就来了。所以想想吧，这将永远持续下去。健牙是假牙，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处在前面的第1颗前就吃上，但它们都是一颗一颗植入的，所以没有问题。健牙就是假牙，时间的流逝并不重要。我有不少超过25年的成果，如果病人说他想充值，我就充值。我必须把1个都放进去，因为下颌骨更结实。通常制作上颌前牙，然后用冲肢体支持的刻摘，局部义齿或冲肢体覆盖义齿来修复其余部分，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几乎总是失败。要么做，要么不做。如果您这样做了，那就要全有，要么全无。由于上不是假牙，它实际上不会增加咬合力。然后他会问，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拿出来再去冲呢？如果您这样做，就必须支付假牙的。如果只能节省50%的置入费用，那还做什么呢？我拿掉了1个，因为这里没地方了。我置入了3颗尖牙，尖牙和尖牙，我就拿那1个。然后有人问我，如果我不把它冲在后面呢？那您就没有气好了。这样一来，假牙的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可以这样说，置入物的寿命与患者的寿命一样长。我认为这将是病人终生受益。我认为呢，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过几次要做全口修复，在这里做这个。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掉，它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一些，咬合关系也会更好，但他坚持不做。即使我告诉他会卡住，他也拒绝了。现在问题来了，
我在这里没有做到。这是3号，这是2号，这是1号，这有点模棱两可。我认为不对称的病人最难治疗，所以不管怎么说，植入物应该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因此我把这一个和一个分体一起放进去，这个是骨质的指导基台，全都是，就像这样。这块骨头也长到基台，上颌骨也是7T1毫米，这可能也是7T1毫米。因此我现在认为它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因为我已经用所有 6.7 毫米或7.1毫米的，它们可以用很长时间，这样很舒服。因为呢，您已经没有天然牙齿了，这样更舒服，对吗？这个可以用很长时间。您可以看到骨头刚刚长出来，骨头一直延伸到基台。这个也一样，2颗前牙牙桥。我保存了天然牙齿，健牙式假牙，这是 Torx。 这种 Torx 植入物 Torx 也会长骨头，如果您仔细看看。相反，骨头的反应比锁定更好，所以这很好。在这里也一样。您说我们为什么不做 All on 6？ 但我恰恰相反。那么我们就想这样植入假牙，然后呢进行全口修复。太可怕了，就像这样，他碰到晕河了，我这一侧失去了知觉，但现在已经松动了很多。他可能不是在海外旅行，而是在海外办公室。他今年40多岁，还没有结婚。他40岁出头，牙齿都掉光了，所以我把他送了回来，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道馆受伤了。我把他送回去，大概有2、3次吧。他还把他妈妈带来了。母亲说他不能结婚，因为他没有牙齿。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连一只狮子都没有，那个女人会嫁给您。在国外工作是件好事，在国外工作很好，因为您没有家人，所以一个人去工作很好。所以妈妈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她想再来一次，因为她想。因此这一侧的云鹤损伤被避免了，但不知何故，它却一路穿了过来。但这边很好，起初会完全失去知觉，3年或2年后，大约有 5%、4到60%的病例会复发。因此他们与我的关系很好，他们吃得很好，因此与我关系融洽。这里也是一样。这位失败先生朋友的丈夫，他的工作与中型设备有关。他进来后说，我要尽可能多的充值。您可以看到，在牙齿和充值体之间呢，有很大的空隙。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男人。于是我把所有28个都放了进去。让我给您讲个故事。这次我去了中国，据说这是中国牙医的梦想，冲下所有的牙齿。All on X, All on 6, All on 4，这都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谁都会。他们说这不是问题，因为您只需要连接假体，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所有的植入物都被安放好，每个人都是。您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吗？我正在做一个32个植入体的手术，甚至支持。病人希望。病人有很多钱，病人不缺钱，但病人说这就是他生活所需的全部。因此我身边有人做了28各种肢体，32各种肢体，包括支持。稍后我会给您看一个案例。这位病人还是一名中型设备操作员，所以他整天呢都在建筑工地上推着叉车或推土机。还有一位先生，还有一个人在坦克车上工作，他还得继续开车。除了吃，他什么也做不了。
使用冲型设备可以锻炼他的身体。所以吃是其次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把这28颗冲脂体都冲下去呢？我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因为 S.Lock 的上几台主尺寸较小，这就是 Astra 植入体的图纸，没有差距。这是植入物之间没有空隙，这是以天然牙齿为基础的。但仔细想想，什么才是天然牙齿呢？如果牙齿脱落，骨头进一步溶解，会发生什么情况？牙弓崩溃。如果在骨水平防止传统冲脂体，就不能防止髋的冲脂体。尝试。因此，使用这些刺激别植入无更有优势。这就是您目前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如果是用像我们的 S.Lock 这样的平台转换冲脂体，冲脂体之间呢就有足够的骨量，然后您就会患上冲脂体周围炎。通常情况下，骨头会溶解，因此由于这个空间，它影响到了邻近的牙齿。因此，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字迹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患上冲脂体周围炎，它不会影响邻近的冲脂体。另一方面，想象一下，如果您有一颗天然牙齿与之相邻，它会影响天然牙齿。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过为什么需要用潜水艇来冲脂，然后我们讨论了如何确保没有在基态连接处进行微小移动，以尽量减少冲脂体周围炎。第三点是为什么要进行平台转移，为什么需要植入一定数量的植入体。如果减少数量，请考虑一下，修复体无法吸收和分散药和负荷，冲脂体吸收并分散药和负荷。因此，植入的加压越多，每颗牙齿都需要一个，这样才能保证药核的稳定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考虑减少数量。您怎么会想到减少它？因为如果想这样卡住了，哪怕是一点点问题，都会一直影响到邻近的天然牙和冲脂体。它追不上，整块都掉出来了。这是一件大事，这就是我不常冲脂的原因。我冲得少，缩短后又会怎样？您无法吸收和分散咬合负荷，因此植入物的支撑力会减弱，于是您又患上了冲脂体周围炎。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情况是这样的，您认为它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内部的，绝对不行。您认为它安全是因为它是外置的吗？不是这样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锁定坠毒、分层、平台切换以及基态连接处无微动，还需要良好的咬合自组织。您会发现，成功、生存、失败中和失败，最终都是由咬合来评判的。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关于识别冲脂治疗的讲座。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有点神秘，但我还是尽量让它通俗易懂。我想，如果您做过很多植入手术，您可能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如果您刚刚入门，那就很容易理解了。下一次我们讲谈谈植入物的设计。不同的植入设计各有利弊，没有一种植入物什么能的。然后我可能会做一个关于平台转移的讲座，之后我会回到原点，按部就班地进行植入手术。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动手实践。因此，我们会做一些动手实验，然后深入研究植入物，再解决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至此，我们关于识别冲脂疗法的介绍就结束了。谢谢。